最近我意识到一件事情，它也是改变了我的消费习惯，就是当生活变得没有很稳定，我会进入一种不敢拥有太多东西的状态里，就是因为我觉得目前的生活还没有安定下来，我随时都有可能换地方，换个新的环境，我只要想到哪一天得打包行李，又要花时间去筛选这件要不要留，那件要不要寄回家存放着，而且呢，我也很清楚，只要东西一多，在未来某一天它会变成多一件需要处理的麻烦。那这条视频的由来呢，是我前几天我姐问我圣诞节想要什么礼物，我的直接反应是什么都不需要，什么都不要送我，最多等回去中国后请我吃一顿好的，吃进肚子里的这一顿也是我更愿意为之买单。大家可能想的是，既然别人送礼物，那么就大胆提出自己想要的东西。我呢，也不是不想收到礼物，但我不会因为是别人送的礼物，就硬生生给自己找个理由去要一件可能用不上的东西。同样的道理，我没有购物的需求，哪怕别人一直说它好，我也没有那种非买不可的冲动。现在很多年轻人的生活，说好听一点是很自由，说现实点是真的很不稳定。房子不是自己的，工作也不一定做得久。今天在这个城市上班，过几个月可能就被调去另外一个地方，或者干脆离职重新找工作。这房租啊，一年也比一年贵，房东呢更不会在乎你在这边住了多久，会照样涨租。那有的人为了省点钱，住的离公司远点，在通勤时间上花2个小时。还有部分人一直短租，或者是和别人合租，连自己会在哪儿待多久都没有一个底。最后是出国留学的，在国外打工度假，半年在这边，半年又回国，或者是去另外一个国家。这么长时间下来后，大家都慢慢发现，让自己有压力的，除了是工作和生活环境，还有那些被你搬运来搬运去的东西。但凡你有搬过家，都会有熬夜收拾整理，熬夜搬家，在繁忙的工作中挤出一点时间来移动你的旧家家具。只要你东西越多，搬家的成本就会越高。有人为了省心直接找搬家公司，可搬家公司的收费真的不是闹着玩的。在美国这里呢，搬家成本不是一般的高，因为大部分搬家公司呢是按小时收费，遇到手脚麻利的人会替你收拾得很快，要是慢一点的，每小时100多到$200都是正常的。就算他的小时费很低，他还要另外收你的各种杂七杂八的费用，加上每人的小费，最后结账的时候你会发现和原本预估的费用差距很大。更别说是跨城市和跨州的搬家更昂贵，你箱子每多装一点东西，价格就往上跳，再加上之间的这距离费用，搬一次家会比你买这些东西还要贵。如果你不想花钱去请搬家公司，选择把东西寄去新的城市，可惜邮寄的费用也没有便宜到哪儿去。有些会按照箱子的尺寸给你收费，有些是按照重量，不管是哪种方式，都会让你瞬间清醒过来，自己当初不该买那些死沉的东西。以上的所有方式呢，我都有试过，也确实在搬家这方面上呢，花过不少的冤枉钱。说到底，搬家的成本真的是太高了，所以有些人根本不敢乱买东西，因为东西一多，不只是占地方那么简单，而是每一件东西都是算在未来搬家的费用上。这也不只是和搬家有关啦，这房租越来越贵，你只能租到一间刚好在你预算内的，但是空间不大的房子。你再放多一点东西，家里就会变成仓库一样，可能连平时活动的空间都没有。另外，情侣同居也是很普遍的一件事，可能刚有人结束了异地恋，同住在一起后发现诸多的不适应，又或者是2个人感情不稳定，加上频繁吵架，就会让刚同居还没3个月就分开，你想带的东西又拿不走，只好牺牲送给别人。所以久而久之，我在买东西的时候呢，就会自动往未来那个方向去想，不再是遇到喜欢就买的那种，因为喜欢的东西太多了，这一秒你喜欢一个，下秒又喜欢新的东西。至少对我来说，生活越是不稳定，我越会把精力放在让我轻松一点的事情上，把能省的负担都省下来。这也慢慢影响到了我对于现在网络上所提倡精致生活的方式的一些看法。
比如很多人平常会做指甲、接睫毛、接头发，定期做医美，每天出门前要花20分钟做造型、做搭配。我以前不觉得这有什么问题，但到了我现在的生活阶段，真的没有心力去维持这些东西。这里也不是说我不喜欢让指甲变得漂亮，也不是不爱美。如果我在这里和你说我一点都不喜欢这些事情，那么听起来就会很虚伪，而是我很清楚这些东西的背后是另一份需要持续不断维护的成本。我在2024年去染头发做了挑染，是我一直想要尝试的风格。那次染发就做了快7个小时，体验完那一次之后，我就很确定再也不想为了头发去花7、8个小时。一旦你开始做某件事情之后，后面一定会跟着一连串新的消费。比如你开始做造型了，觉得出门卷个头发好看，那你就要买卷发棒、直发棒，再加上防烫喷雾、定型喷雾。有时候懒得洗头吧，要去买干发喷雾，而且一种类型的产品就能延伸出不同的功能性。你可能会为了追求有光泽感、有控油效果，多去买几瓶尝试。但凡你去接了睫毛，那么就要定期去接，一旦掉了就会变得很难看。很多人有能力去做一次医美，但是没能力每个月去做维护。所以你可以说我懒，我也虚心的接受，我就是没那个心思每天折腾来折腾去的，生活还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忙。买首饰也是同样的逻辑，我不是不买，而是我会买黄金，因为它可以戴很久，也有价值。首饰对我来说是一个长期陪着我的东西，我不需要用它来凹造型和拍照，我也不需要它跟我今天这套衣服搭配起来。但反过来看，现在很多人在首饰消费上变得特别复杂，也有人啊是真的很享受首饰带给他们的快乐，因为饰品在穿搭中做到非常重要的点睛作用。那么在我这儿呢，确实没有那么多场景去搭配首饰，我就比较适合那种戴一次可以长期一直戴。现实里呢，有很多人是处在另外一个极端，就是他们的东西太多了，多到每次出门都要从几十件衣服里挑一件，挑完衣服还要想今天配哪双鞋子，戴哪顶帽子，哪一套首饰。首饰呢，不只是戴1、2个，而是双手和脖子上都要叠戴起来。在旅行的时候呢，更加明显。明明只是3天2夜的行程，行李箱硬是塞到爆满，因为带的衣服要拍照，鞋子要搭配，饰品也要换风格，每件物品都不愿意少带。所以我在这里很感激自己能保持简单，对目前所拥有的物品有一种都刚刚好的心态，不会和别人对比，觉得自己东西太少了，或者是不够精致。只要我今天看起来足够得体，足够干净，我觉得就不太需要那些繁琐的搭配。如今你看到的生活方式不断在提倡变精致的门槛，出门要穿新品，首饰要搭配到位，旅行要拍大片，坐高铁要带10几件物品，衣柜塞到爆，却总是觉得没有衣服穿，化妆台都摆满了，还认为自己就差那一瓶能改变你人生的护肤品。互联网把不够好的焦虑包装成再买一点你就能变好。那最后说回来呀，现在的生活本来就不够稳定，我真的没有办法被一堆的物品和繁琐的流程所困住。我东西少一点，这样在出门旅行收拾的时候能更加快速以及轻松收拾出来我要带哪些东西。别人需要1天整理，我只要2个小时。在搬家的时候呢，不会为了东西太多而头疼该怎么处理。我现在就保持一个非常简单的状态，有什么就用什么，不够的再去补。现在够用了，就不要再去给自己硬制造需求买别的。好啦，这个就是以上今天所有内容。如果你觉得今天视频有启发到你，或者你有任何不同的看法，欢迎在下面留言。如果你喜欢今天这期视频，不要忘记给我关注和点赞，是对我频道最大的支持，也是对小陈本人最大的认可。那我们下周视频再见吧，拜拜。